欧盟想上桌就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关门闹情绪。面对欧盟在国际博弈当中日益被边缘化的现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苦口婆心地一再劝说欧盟重拾理智的实用主义。然而，欧盟显然听不进这样的逆耳忠言，宁可为自己的傲慢任性付出惨痛的代价，也不肯违背那些因偏见而形成的政治正确。甚至于在因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欧盟会一边哀叹这些决策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一边却又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通常情况下都已经撞上了南墙，怎么也该选择转向，为什么欧盟却越受挫越癫狂？典型的例子无疑当属俄乌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初，欧盟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其实相当谨慎，虽然口头上坚定支持乌克兰，并积极参与各种对俄制裁，但在对乌援助方面却是推三阻四。这种消极态度不仅体现为欧洲各国提供的援助金额远逊于美国，还体现在对乌援助的具体内容上。欧洲各国普遍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武器，德国在一开始更是打算通过捐赠乌克兰5000顶头盔来证明自己站在乌克兰身后的立场，引起了乌克兰的强烈不满。同时，当时以德法为代表的欧盟主要国家还在积极致力于协调俄乌谈判，试图恢复欧洲和平。站在欧洲的立场上，此时欧盟所做出的选择是最符合欧洲利益的选项。不过，由于欧盟实力不济，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比不上英美这两个不在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手。乌克兰在英美的挑唆之下，拒绝了接近达成的和平协议，使俄乌战争长期化。随着战争的持续，眼看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日渐不支，欧盟不得不在对乌援助方面不断加码。反倒是真正挑起战争的美国，眼见乌克兰获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认为援乌可能收不到回报，开始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自2024年起，欧盟便取代了美国成为乌克兰获取援助的最主要来源。但直到此时，欧盟的做法都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美国虽然减少了援助，但是挑动冲突的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以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的状态，只要美国给个支持的态度，他们就能把战争进行到拼尽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鲜血。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就意味着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没了缓冲区，这对于长期将俄罗斯视为热衷于军事扩张的恶魔，自身的武备却十分废弛的欧盟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在漫长的俄乌战争当中，俄罗斯的国家机器已经转为了战时状态，欧美普遍认为一旦战争停止会给俄罗斯造成很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担心俄罗斯吃掉乌克兰之后意犹未尽，继续对欧盟国家发起进攻。虽然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可若基于这一前提，欧盟加码援乌也算是合理的选择。毕竟花钱让乌克兰人替欧盟打仗，替欧盟消耗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总比战火烧到自己的地盘，需要自己流血来得强。然而，当时间来到2025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彻底转变，转头开始号召俄乌停战。俄罗斯方面也给美国这个世界霸主面子，虽说停战条件开得苛刻，但总归是愿意配合停战谈判。至此，站在理智的角度看，为援乌搞得自己经济衰退、内部矛盾分歧不断的欧盟，本应就坡下驴，配合美国施压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条件。这样一来，欧盟不仅能够卸下援乌的负担，经济也会因为欧洲恢复和平有所好转，还不必再担心失去对俄缓冲区的问题，可谓百利而无一害。但欧盟方面的做法却是配合一旦停战就将面临清算的泽连斯基政府，去游说美国不要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哪怕美国只保留口头支持，实际支出全由欧洲买单。如果说欧盟在援乌方面越来越上头，还能够解释为对俄罗斯的偏见、恐惧作祟，影响了欧盟的决策理智性，那么欧盟在中美贸易战当中的表现就更让人见识到了什么叫魔怔。原本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对中国发起，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维护自身霸权的行动，并没有欧盟什么事情。诚然，欧盟与美国是长期的政治盟友，在国际事务上往往要相互声援，可中国也是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些年欧洲的经济全靠中欧贸易增长，才不至于衰退的太严重。在一般人想来，欧盟总不至于为了盟友不顾自己的死活，就算是要声援美国，口头喊喊也就算了，哪里有必要真的为了美国不和中国做生意呢？谁曾想，欧盟还真就能犯这种蠢，在明知自身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的情况下，依旧按照美国的要求，以去风险为名，各种给中国商品输入设置障碍。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出台一系列措施破坏中欧贸易的同时，欧盟却同时在向中国发出希望加强合作的信号。显然，欧盟也并不是真的对中国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只不过是指望中国能够体谅欧盟的所谓难处，接受欧盟将中国利益作为讨好美国的工具。但中国完全没有理由为了欧盟与美国的关系自我牺牲，特别是在美国敌视中国，各种出动长臂管辖，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况下。
一旦中国对欧盟为了美国的要求对中国妄加制裁毫无反应，其他国家必然也会有样学样。因此，面对欧盟种种侵犯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果断进行了反制，每一击都打在欧盟仅存的优势产业命脉上，让欧盟本就岌岌可危的经济雪上加霜。正常情况下，吃到了这样的教训，欧盟应该意识到，指望中国不反制是不可能成真妄想。基于欧盟自身的利益，重新考虑对华正常了。事实上，欧洲已经有许多民众学者醒过神来，呼吁政府坚定自身立场，不要盲目的一味追随美国，让欧洲成为中美竞争当中的炮灰。然而，欧洲政府却丝毫没有吸取教训的打算，反倒试图用更加强硬的态度迫使中国妥协，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姿态指责中国的反制措施伤害欧洲经济，破坏中国的关系，要求中国尽快撤回。甚至就在要求中国撤回反制措施的同时，荷兰还在以莫须有的理由没收中资企业，德法波兰等国还在布鲁塞尔领导人峰会上一本正经地讨论以反胁迫法案对中国进行贸易限制和投资审查。欧盟还考虑出台新规，强制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对欧洲进行技术转让。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中美经过一系列磋商达成了暂时休战的协议，反倒是欧洲需要继续同时承受来自中美的重击。不过，只要对欧洲的政治局势稍有了解，就会意识到欧盟在一群魔怔人的领导下做出这种害人害己的选择并不值得意外。毕竟在欧洲的票选政治下，政客能否当选看的不是他们的做事能力，而是他们的宣传口号够不够吸引眼球，是不是政治正确。在这些只讲政治正确，只会描绘美好愿景的政客的领导下，欧盟在面对重大国际问题时，根本不能从现实角度出发分析各方立场，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预判，并且完全不做不同情况下的备案。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必然会令欧盟遭受挫折。可遗憾的是，这种挫折根本没法让那些魔怔领导人醒悟。且不说大部分错误选择的痛苦需要传导时间才能体现，就算是后果传回了国内，伤害的也是普通民众和国内企业，这些领导人的生活又不会受到影响。至于民众会不会因此而不满，那也没有那么重要。这些精通选举艺术的政客有的是办法创造更加吸引眼球、能够凝聚共识的话题，让民众忽略这些问题，继续给自己投票。现代社会超强的资本人才流动性又给欧洲的癫狂更添了一把火。在过去，对于政府的这种无脑决策，欧洲的本地资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设法进行阻挠，但换在今天，他们的选择变成了借机逃离欧洲。对于欧洲企业来说，在哪里挣钱不都是挣钱？留在欧盟用工成本高，能源成本也涨上去了，还要面临各种环保阻挠，何必非要赖在本土不走？这些理性力量的离开又会进一步助长欧盟的魔怔和癫狂，让欧盟在为了政治正确不惜一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英国王室最近上演了一出清君侧的宫廷大戏。2022年上任的国王查尔斯对其弟弟安德鲁王子和小儿子下手了。查尔斯要求安德鲁王子搬出皇家行宫，哈利王子则被告知以后他的临时住所弗罗格莫尔小屋将被收回。在外界看来，这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政治韵味。王室给出的理由则是出于经济考虑。王室的理由有些牵强，谁都知道，基本啥事不干的英国王室每年要花费数亿元，他们肯定不缺这点钱。不过此事也再次引发大家关注，基本上没啥用的英国王室每年花费还那么高，为啥非得保留？英国现任国王查尔斯是伊丽莎白2世的长子，今年75岁，2022年才登上国王宝座。他的母亲伊丽莎白2世出生在一战时期，到2022年去世。他长达96岁的人生中，见证了英国从日不落帝国到衰落的全过程。可是不管英国如何变化，王室始终屹立不倒。如今世界上只有日本、泰国等少数国家是君主制国家，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英国王室。英国王室向来以雍容华贵的形象著称，就连很多影视作品都有英国王室的素材。比如电影《罗马假日》的女主角安妮公主，原型就是伊丽莎白2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近百年来，最出名的王室成员除了2022年刚去世的伊丽莎白2世，还有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是个真性情的人，而且乐于做慈善，只不过她一生似乎并不幸福。1996年因丈夫出轨而离婚，第2年戴安娜王妃就遭遇车祸去世了。至今，英国最美王妃的形象依旧深入人心。英国王室依据权利法案的要求，基本不涉及政治，却过着世界上最清闲富贵的日子。而且根据英国政府的公开报告，英国王室一年的花销高达 3.34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0多亿元。这就意味着只有6700万人口的英国，每个人每年要拿出 4.9 英镑给王室。
很多人好奇，英国王室啥权利没有，为啥这么富有，钱都从哪来？其实，英国王室有自己的固定资产，王室还有自己的公司。比如在二战前，伊丽莎白女王就在全球购置了20至25万公顷土地。二战结束后，王室把这些土地交给英国政府，英国政府负责每年给每个王室成员150万英镑工资。所以，英国王室根本不缺钱，他们的工作就是吃喝玩乐，怎么烧钱怎么来。2018年，英国哈利王子结婚，邀请了全球600多个名流人士，这些人可不白来，王室负责给出场费。比如前来参加婚礼的球星贝克汉姆就给了100万英镑出场费，整场婚礼花费1200万英镑，光交税就用了40万英镑。日常生活中，王室也经常举办各种宴席，一年下来，各种宴席的酒水钱就高达500万英镑。其实这些都是小钱，最烧钱的就是白金汉宫的维护。每年王室要对白金汉宫维护保养5-6次，一次就需要用掉200万英镑。如此烧钱的英国王室为啥还一直保留着？这和英国的历史有关。公元9世纪，威塞克斯王国让英格兰实现了统一，威塞克斯成了英国最早的王室。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入侵英格兰，建立了诺曼底王朝。可是没过几年，诺曼底王朝后继无人，大权落入了母系手中。父系旁支发起夺权斗争，最后选出了带有昂萨血统的亨利2世继位。自那之后，英国开始了金雀花王朝的历史。这个王朝在英国生存了近250年，虽然时间不长，却实现了大不列颠岛的统一，并且形成了英国议会制。在英国历史上有很多贵族起义事件，因此受其他贵族制约，英国王室的权力越来越小。1115年，在其他贵族的逼迫下，英国王室就被迫签署了大宪章，规定国王不得侵犯贵族财产，征用贵族土地，干涉教会。从那之后，英国王室轮换越来越频繁。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英国封建贵族的权力就更加小了。尤其是1688年，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签订了权利法案，王室基本退出政治舞台。18世纪，英国内阁制度确立后，英国国王基本上只剩下一个虚名，一切政治事务都由内阁管理，王室只负责吃喝玩乐，成了最富贵的闲人。但就是这样的王室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归根结底就是英国经历了近1000多年的君主制，王室在很多英国人眼中已经成了一种信仰。尤其英王将世俗权和宗教权合二为一后，另一方面也因为英王的继承比较稳定。和中国不一样，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国王不分男女，只要血统正宗，女人也可以当国王。伊丽莎白2世从小就被当作储君培养。伊丽莎白2世1952年成为英国女王，那一年她才25岁。截止2022年去世，伊丽莎白2世在位70年，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君主。在70年时间里，伊丽莎白2世始终是欧洲的好莱坞明星一样的存在。这个女王丝毫不闲着，不仅公开售卖个人纪念品，她还经常参与一些影视剧的演出。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伊丽莎白2世并非完全养尊处优，在政治上也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经常出访加拿大、澳大利亚。而且，英国王室在议会中也有一定影响力。这是因为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和王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不少利益牵连。当年戴安娜王妃的丈夫出轨，这让戴安娜王妃悲痛欲绝，想通过法院起诉离婚，但是伊丽莎白2世觉得有损皇室颜面，因此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英国法院没有受理戴安娜的起诉。就这样，戴安娜王妃只能独自忍受丈夫出轨，直到1996年才和丈夫离婚。英国王室在吃喝玩乐的同时，也给英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比如，每年来白金汉宫参观的世界各地游客络绎不绝，仅这一项就是不菲收入。虽然只有25%收入给王室，已经能让王室有一大笔收入。英国王室还给英国的奢侈品、房地产等行业带来巨大人流量。据统计，这些领域每年能帮助英国创收36亿英镑。一定程度上，英国王室就是英国的摇钱树。政府每年付给王室的工资，在巨大收入面前，可以说微乎其微。英国人对王室的信仰，能让王室发挥团结国民的作用。只是自从伊丽莎白2世去世后，英国王室似乎陷入了多事之秋。2024年8月17号，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王室安德鲁王子的安保团队被他的哥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解散。实际上，安德鲁王子有些咎由自取。近年来，这个王子几乎名誉扫地，尤其是他牵涉到的爱泼斯坦丑闻案被曝光后，不仅支付了大量和解费，还让整个英国王室名誉受损。解除安德鲁王子的安保队，最终目的就是逼迫他搬离温莎的皇家小屋。这个住所每年的安保费用就高达300万英镑。查尔斯国王和弟弟安德鲁之间的矛盾越发明显。如果把弟弟从皇家小屋赶出去，皇室不仅能节省一大笔安保费用，每年还能赚取100万英镑的出租费用。伊丽莎白2世在世时，英国王室能保持和谐稳定的局面，可是这个老佛爷一去世，内部矛盾就开始凸显。很多人把查尔斯的一系列行动理解为清君侧，意在巩固王室地位，加强王室的权力。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英国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只有32%支持保留君主制。如果查尔斯继续以强硬姿态示人，支持者就会更少。而且查尔斯疏远甚至清理自己身边的亲戚，虽能加强王室核心权力，但无疑却会加剧王室内部的分离，也会降低王室在公众中的影响力。75岁的查尔斯又被查出患上了癌症，王室甚至已经开始准备筹划他的葬礼。现在查尔斯国王的行动无疑会给威廉王子带来一定影响。未来家族矛盾如何处理，如何平衡王室成员权利，威廉很可能有样学样。现在英国王室还面临一个问题，王室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家族企业，现在内部矛盾纷争不断，以后如何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有人说，查尔斯国王的一系列措施彰显了他果断和狠辣的一面，也彰显了他谋求进步、尝试重新定义现代君主的智慧。只是身患癌症的查尔斯国王能完成他心中的构想吗？未来英国王室走向何方，一切都是未知的。